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曾几何时在夜深人静或是晨光熹微之时，扪心自问，我这一生究竟是在真正的生活，亦或仅仅是日复一日的生存？生存是身不由己地活着，像一部被设定好程式的机器，随着世俗的轨道运转，心却是麻木的。而生活则是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，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去感受，去体悟生命的深沉而温暖的意义。人生已过半百，回首来时路，多少次我们行色匆匆，竟将生命中最朴素的真理遗忘在身后。其实只要您愿意停下那奔波劳碌的脚步，哪怕只是1分钟，静静地反观自照，便会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片刻，原来藏着宇宙间最深的智慧与慈悲。请您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去聆听大自然的气息。那气息或许是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它洗涤的不只是尘埃，更是我们内心的烦躁。或许是穿透云层的温暖阳光，它照亮的不只是大地，更是我们心中被遗忘的角落。是枝头的鸟鸣在告诉我们生命本该如此自由，是清风拂过树叶的沙沙细语，那是大地母亲无声的抚慰。请您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去思量自己已完成和未尽之事。人生行至此处，多少未尽之志，多少未了之缘，多少想说却未曾出口的感谢与忏悔。这不是盘点，而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交代，一种温柔的和解。请您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与许久未见的老友通个电话。人到中年，方知故人稀。哪怕只是几句短暂的寒暄，都能温暖彼此在岁月风霜中略感孤寂的心房。请您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去凝望孩童们的嬉戏。您是否看见了那份未被世俗染著的纯粹？那份赤子之心也曾深藏在我们心底，只是被岁月的尘埃覆盖了。看着他们，就是在提醒我们找回最初的自己。请您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去观察身边悄然发生的变化。一朵花的开落，一片叶的枯荣，都在上演着无常这部最深刻的经文。请您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去忆起那些您所挚爱的人，去体认他们在您生命中的分量。许多人总要等到至亲远行，阴阳两隔，才在撕心裂肺的追悔中幡然醒悟其重要。佛说缘分如路，稍纵即逝，请别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成为我们余生无法弥补的痛。请您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去体悟时光一去不复返的真谛。也请别忘了，最重要的是停下脚步，花1分钟的时间回归自己的内心，与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自己好好的待一会儿。曾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。从前有位富翁，家财万贯，金玉满堂，但每日令他烦心的事也如他的家产一般堆积如山。他的隔壁住着一对以磨豆腐为生的清贫夫妻。俗话说，人生有3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这活计又苦又累，然而这对夫妻却过得乐也融融，知足常乐。从早到晚，他们愉快的歌声与爽朗的笑语总是清晰地传入富翁的耳中，像一根针，时时刺着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。一天，富翁的妻子悠悠地问他：夫君，我们如此富裕，为何却不像隔壁那对磨豆腐的夫妻那般，能拥有那样发自内心的快乐呢？富翁冷笑一声说：哼，那份廉价的快乐脆弱得很，我自有办法让他们明天想笑也笑不出来。夜深人静时，
富翁悄悄地将一锭沉甸甸的金元宝扔进了邻居的院子里。第二天，隔壁果然一片死寂，悄无声息。原来夫妻俩正为了这块从天而降的金元宝费尽心思地盘算着。他们觉得自己一夜暴富，磨豆腐这又苦又累的活从此再也不必做了。但这横财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，若拿着元宝去做生意，万一血本无归，该如何是好？可若什么都不做，这元宝终有坐吃山空的一天，到时岂不更加痛苦？丈夫甚至开始盘算，将来生意做大了，是该娶个年轻貌美的小妾，还是该休了眼前这个陪伴自己吃苦受穷，如今却已人老珠黄的妻子。妻子则暗自心想，早知有朝一日能发财，当初就不该嫁给这个一无是处的磨豆腐郎，白白蹉跎了青春。明明昨天还是一对在贫苦中相濡以沫、恩爱和睦的夫妻，今天却已相对无言，各自心怀鬼胎，再也生不出一丝笑意。烦恼已悄然占据了他们的心灵，欲望的火苗一旦被点燃，烦恼的黑烟便会遮蔽了心灵的天空。更让他们痛苦的是，为何老天爷不再多掉下几锭金元宝，好让他们能立刻实现心中的种种盘算呢？那份不足的感觉像一条毒蛇，紧紧缠绕着他们的心。这个故事让我们了悟，生活本无烦恼，当贪欲的火苗被点燃时，烦恼自会接踵而来，叩响我们的心门。生活本无痛苦，当我们开始计较得失，分别心一起，贪念便会油然而生，痛苦自会如影随形，紧缚我们的身心。那对夫妻失去的不是贫穷，而是那颗知足的平常心。说到底，能将我们从苦海中救赎出来的，从来不是外在的财富或际遇，而是我们自己那颗觉醒的心。人生在世，负担本多，妄念、执着、怨恨，样样都是沉重的行囊。但我们可以选择，要扛起哪个担子，又该放下哪个担子。从烦恼的梦魇中解脱的唯一方法是觉醒，觉知到一切苦的根源不在外境，而在自心。忘却人生种种不幸的唯一途径是放下，放下那个执着于我与我所有的妄想。有的人伫立于生命两岸，千万次的自问，归处究竟在何方？回首已是白发苍苍，却仍在俗世的泥淖中踌躇不前，愈陷愈深。人来人往，缘起缘灭，两岸风光虽异，却同样奔波劳碌，饱尝辛酸。这只手想攀附禅门的清静，那只手却又死死攥住红尘的绮梦不放。身处山林，却心念都会的繁华，置身闹市，又怀想山巅的明月。多少时候早已双腿疲惫，步履蹒跚，那颗追逐的心却依然不肯停歇，永无厌足。目光才刚望向天边的浮云，疏忽间又被人世间的情爱纠葛遮蔽了清明的视线。徘徊于生死之间，这一刻那一时，总在问自己根归何处。其实心底深处早已埋着一座坟，既然明知结局皆是空，为何仍在归途上游移不定？那多情的榕树与那觉悟的菩提，在夜色中投下两道沉重纠缠的身影。直到无常这位不速之客悄然叩门，唤走了性命，才发现留在世间的仅剩无尽的懊悔与泪痕。倘若当初能少一分犹豫，多一分决断，又怎会在这生死的苦海中浮沉挣扎？只因那一份世间情债，一个我执，让那脆弱的灵魂在迷惘的长河中颠簸不休。这便是众生在轮回中的真实写照。曾有一位禅师说过，人到了一定年纪，
若懂得放下这8件事，才算真正开始懂得生活。放下对人生的抱怨，命由我造，福自己求。抱怨只是在加重自己的恶业。放下控制他人的欲望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。放下控制，便是还彼此自由。放下为行事，先为难的心理。许多恐惧都来自我们的想象。跨出一步，路就在脚下。放下过度求全、苛责自身的习惯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慈悲。放下那些阻碍你改变的内心壁垒，别让我一向如此成为固步自封的借口。放下渴求他人关注的习气，内心安稳，则无需向外寻求肯定。放下自以为是的偏执，傲慢是智慧最大的障碍。放下为别人眼光而活，或活在别人眼光里的惯性。人生的剧本，主角是自己，请为自己而活。静心想一想，这8件事，哪一件不是我们痛苦的根源？我们又真正放下了多少？何须与俗世比较长短？不如静坐片刻，与己同欢。人过半百方知，心若安时，天地自宽。纵有苦痛袭来，亦能淡然旁观，视其为梦幻泡影。有个关于老师傅的故事，寓意深远。一位年迈的木匠，为一家建筑商勤勤恳恳、手艺精湛地工作了数十年，盖出无数坚固美观的房子。有一天，他向老板提出辞呈，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想退休，回家与妻小共享天伦之乐。老板对于即将失去这样一位经验丰富、尽心尽力的好师傅感到万分惋惜，便恳请他在离职前再帮忙盖最后一栋房子，作为他职业生涯完美的据点。老师傅虽然心中百般不愿，但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在建造着最后一栋房子时，他心态一变，既然是最后一间，又是为别人盖的，他便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心。他草率行事，偷工减料，选用刺激的建材，只求房子的外观看起来光鲜亮丽，能够交差即可。他心想，反正我快走了，这房子的未来与我无关。几个月后，房子盖好了。老板把新屋的钥匙交到老师傅手中，诚恳地对他说：老师傅，这些年来您为公司鞠躬尽瘁，公司的成功有您莫大的功劳。为了感谢您的贡献，公司决定将这栋您亲手盖好的房子赠送给您，作为您的退休礼物。木匠听罢，如遭雷击，他震惊不已，内心懊悔万分。倘若他早知道这是在为自己盖房子，他必定会兢兢业业，挑选最上等的材料，用尽毕生所学。而如今，他却必须住进这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有多么粗制滥造、根基不稳的房子里，日夜担忧。在生命中，多少人就像这位老师傅，我们常常漫不经心地建造着自己的人生这栋大宅。我们用敷衍的态度对待工作，用冷漠的言语对待亲人，用放纵的习惯对待身体。我们总以为是在为别人、为未来而活，却忘了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在为自己建造明日的居所。我们的一丝一念是房子的设计图，一言一行是砌墙的砖瓦。当我们年老时，静下心来反观自照，才会发现我们正默默承受着过往那些草率与过错所带来的后果，或许是病痛的身体，或许是疏离的亲情，或许是内心的悔恨。这一切都是我们亲手为自己建造的劣质房屋，业果不虚，丝毫不爽。我们自己正是名为人生这栋建筑的总建筑师。
我们今日的病痛与烦恼，是过去所有作为的总和，而我们明日的安乐与解脱，则取决于今日的一念善心、一句好话、一件善行。因此，亲爱的朋友，从此刻起，请务必谨慎、真诚且全心全意地建造您人生的最后一程，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学会接纳自身的样貌，并用微笑与喜悦去面对自己拥有的人生以及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学会放下执着，学会接纳无常，学会宽恕他人，其实也是宽恕自己，这便是通往幸福人生的不二法门。接下来想与各位听众分享一首诗，名为《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何必为俗世言语而忧伤？那不过是唇齿间一瞬即逝的音浪。听得赞誉则喜，闻得批评则苦，这颗心随境而转，何时能得自在？世事千回百转，依然奔流如故。算了吧，何必为输赢胜负而惆怅？人生舞台本无常，时而为臣，时为王，皆是梦中幻象。哪个聪明人没有几回糊涂账？到头来皆是浮云，随夜风飘荡。世间万事皆因缘，有缘来，有缘去。若能了悟此理，烦恼顿时化云烟。梦中之人，岂知人生本虚幻？犹如水中捞月，镜中观花，徒劳枉然。算了吧，莫再把世人埋怨，别总盯着他人过错，让自己心烦意乱。凡夫皆在业中，谁能无过？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自古皆然。若皆是圣贤，谁还在这娑婆凡尘间？算了吧，一切总会成过往。怨恨与贪婪只会加重自身的行囊，让轮回的路更长。摘下那副有色眼镜，痛苦自会消减。莫让眼中的幻想遮蔽了自信的光芒。身处人世数十载，开口言说虽容易，沉默是金最难挨。守住口业是第一修行。人生之所以疲惫，皆因执着不肯放。喜怒与哀乐，这一切的根源全在我们这颗心上。有些隽永的格言，我们或许早已耳熟能详，但今日重温，或许有新的体悟。譬如说，当生命给了你一颗酸涩的柠檬，别害怕，就把它做成一道佳肴，或泡一杯清凉的柠檬水。如果您用悲观、沮丧的心态去面对一件不如意的事，那么生命中的挫折便是一颗颗酸涩的柠檬。但若您能以乐观、开阔的心胸去拥抱它，那么这些挫折反而会化为一杯甘美的柠檬水。是要皱着眉头品尝酸涩，还是要惬意地享受甘甜，全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。时间能让我们年岁增长，却未必能使我们心智成熟。唯有在经历过生命的颠簸，并勇敢面对各种变故之后，人才能渐渐生出智慧，看得更深更远。有智慧的人，独处时能管好自己的心，将其视为反躬自省的良机；与人相处时，则能管好自己的口，将其视为谦卑学习的机会。当我们感到绝望，生活陷入僵局时，请静下心来，对自己微笑，然后轻声地说：放轻松点，这只是个转角，不是尽头。我们此生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。如果事事顺心，请好好享受，因为它不会永远如此；如果诸事不顺，也别过于担忧，因为它同样不会恒久不变。道德不该像备用轮胎，只在需要时才能拿出来装点门面。道德应当像方向盘，在我们行经这短暂人世的旅途中，时时刻刻引领我们走向正途。当他人为我们解决问题时，我们应心怀感激，但切莫将其视为永恒的依靠。如此，
当他们无法再帮助我们时，我们依然能相信自身的能力与力量。忧虑无法扫除明日的困难，却会偷走今日的安宁。所以请活得简单一些，言谈温厚一些，爱得真诚一些。我们都知道，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远大于后照镜，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过去远不如未来重要。然而偶尔回望过去，是为了汲取经验，好让我们能更完整地活在当下，并为明日定向，不是吗？也请记得，当我们为他人祝祷时，宇宙将会聆听那份善念，并将我们良善的能量传递给对方。因此当您感到平安幸福时，请记得，或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正有人在为我们祈福。俗话说，一笑10年少，不是吗？那为何我们不多爱自己一些，多爱这个世界一些，对人生对众人多展露一些笑容呢？当身心俱疲时，要挤出笑容确实不易，但若能嘴角微扬，枯萎的心花也能渐渐重拾生机。当人生薄凉如纸，让我们承受了太多委屈，若能一笑泯恩仇，沉重的心灵便能得到释放。面对世间的嫉妒与流言，别活在他人的嘴里，轻轻一笑，默然不语，岁月自会证明一切。若有人曾亏待于我，用微笑去回应，心胸便多一分宽广。明白此乃娑婆世界，众生本意造作业障。当苦痛来袭，颠沛流离，且用乐观的笑容去面对。只要心存善念，行善积德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让慈爱在心中滋长，生命便日渐温暖，充满意义。灵魂如辽阔大海，笑容是滋养希望的甘霖。纵使位高权重，若缺少了笑容，内心依然贫瘠。痛苦是痛苦，但谁又能禁止我们的心寻找一丝欢愉？笑容是幸福的点缀。今天您笑过了吗？还是说，那能化解忧愁的笑容历经风霜，却仍未曾绽放？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是否曾面临过这样的情境？眼前有无数的机会，让我们难以抉择。而人之常情，总希望自己能十全十美，也渴望能做出最完美的选择，来匹配那个理想中的自己。总想得到最好的，也总想选择最好的。现在想邀请您一同来聆听下面这个故事。一天，一位年轻的学子与一位年长的老师正在探讨关于完美的课题。学子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对追寻完美的渴望。老师静静地听着，然后温和地问道：“我能请你帮我做一件事吗？”“老师请说。”学生非常乐意。“你眼前是一片草原，你能不能为我摘一株你认为最美最完美的草叶？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只能一直往前走，不能回头。”学子站起身，开始寻找那株最完美的草叶。才刚踏入草地，他便看见一株青翠欲滴的草叶，正想伸手去摘，却又犹豫了。因为他抬眼望去，发现前方似乎有更多更美的选择。他继续往前走，1步、2步、3步，但每一次都和之前一样。当他准备摘下脚边的草叶时，总觉得前方的看起来更美更完美。就这样，他一心一意地寻找着那株完美的草叶，却浑然不觉自己早已走到了草原的尽头。在最后的几步路，面对眼前稀疏的草丛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摘下其中最好的一株，转身回到老师身边。他的脸上已不见最初的兴致勃勃，或许他已明白了自己方才所谓的深意。他默默地将草叶递给老师。老师接过草叶，慈祥地笑着，请他坐下，
然后轻声说道：孩子，就是这样啊。如果你懂得满足，不一味地追寻，你手上拿住的或许会是比这株更完美的草叶。世上许多人也是如此，因为不停地选择，反而错失了许多绝佳的良机，事后才追悔莫及。今天这个故事，你好生思量思量吧。您是否曾试过让心沉淀下来，静静地观察这个世界？您或许会发现，人生似乎从未停止过变动，如同海浪永不停歇地拍打着岸边。很多时候，烦恼与不安的浪潮远多于喜悦与平静的波澜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才有人拿着报纸说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但奇怪的是，即便在风平浪静之时，许多人依然不认为那是幸福。他们无法安静下来，非得在心中掀起一些波澜，制造一些烦恼，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，才能获得他人的关注。难道人的心灵竟贫瘠至此？难道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带着一颗乞丐般的自我，在痛苦中寻找幸福，然后又成为那个自我的受害者吗？活在平安喜乐中的秘诀之一，就是懂得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懂得安然接纳一切的发生，并在此时此地全然地享受生命中每一刻的平静与喜悦。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生活自然舒心，清安无挂。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莫让那颗赤子之心沾染了忧伤。晴雨交替本是人生常态，是我们自心起了波澜，才感到伤怀。看那万事万物顺着因缘流转，原来无忧在无常中依然姿态美好。当一个人被问及幸福是什么时，他回答说，幸福意味着生命中所有完美的事物都已圆满，都已填补，都已寻获。许多人总想变得更完美，并认为完美能带来幸福。但事实是，即便不完美，我们依然可以拥有幸福。故事是这么说的：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猿，他为自己那完美无瑕的身躯感到无比自豪。一天早晨醒来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缺了一个大大的三角形的角。他悲伤至极，决定收拾行囊，踏上寻找那块失落碎片的旅程。因为不再完美，他滚动得非常缓慢。在旅途中，他从最初的悲伤渐渐转为能够自在地享受温暖的阳光，聆听枝头的鸟鸣。他赞美路边绽放的花朵，与地上的虫蚁们轻声交谈。他看见了许多从未见过的奇妙景象。他找到了许多碎片，但没有一块能与自己身上的缺口完全吻合。于是他继续前行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找到了一块与自己完美契合的碎片。他欣喜若狂，心想，现在我又像从前一样完美了。他将碎片嵌回身上，开始滚动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滚得好快，快到路边的花朵在他眼中都成了模糊的影子，虫蚁的细语也被风声盖过。他这才意识到，当自己滚得太快时，周遭的世界已变得截然不同。于是他停了下来，轻轻地将那块碎片放在路边，然后继续用那不完美的身躯缓缓地向前滚动。这个不完美的圆送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启示：我们无需等到完美才能感受幸福。因为如果你所追求的只是金钱，那么你得到的便也只有金钱，别无其他。而幸福是一种全然主观的感受，它体现于对生活的满足感，体现于你如何感知周遭的一切，体现于内心的安详与平静，而未必与金钱、物质有绝对的关联。佛陀教导我们，人的苦难多源于贪、嗔、痴。因此，
想要活得幸福，便应当放下一些自身的欲望，并接纳不完美是身为人的一部分。放下是有智慧的表现，懂得放下才能拥有幸福。身为人，活在世间的一大苦恼，便是要求他人在对待我们时必须达到绝对的标准。当我们懂得接纳来自他人的相对时，幸福其实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，当下便能体会。当我们懂得接纳相对，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宽容，更能信赖他人与这个世界，从而减少了许多不满与失望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的基础便是人与人、物与物，此世界与彼世界，此生与来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没有人能只生不死，也没有任何事物在消逝后不会以另一种形式再度显现。既然生命是互相依存的，那它必然是相对的。因此，世上没有人能完全独立地活着，也没有人是绝对完美的。所谓绝对的活着，就是生而无死，或死后不再轮回。所谓绝对的活着，就是一生没有丝毫过错。这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如果您能放下成见，仔细观察那些您最憎恶的人，您会惊讶地发现，在他们身上依然潜藏着某些可爱之处。那么，您所憎恶的，是否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可憎呢？同样的，当您客观地审视那些您最挚爱、最敬重的人，您会立刻发现，他们也有疏失，也有过错，也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。那么，您所珍视的，是否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可爱呢？当我们了悟世间并无绝对，我们便不会极端地憎恨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。当我们了悟世间并无绝对，我们便能放下那些狂热的迷恋，摆脱那种爱屋及乌的感性用事。总而言之，当我们能客观地看待事项时，无论面对何种观点、何种人，无论可爱与否，我们的心都能感到自在。自古以来，人总不自觉地将自己囚禁在爱与憎，以及由自己所建构的绝对的牢笼里。我们自身并不绝对，却要求周遭的一切都必须绝对，这正是我们痛苦的根源。一旦您了悟了这个道理，那么请问，能帮助您活得更幸福、思维更积极、行为更客观的人是谁呢？那独一无二的人究竟是谁？正是您自己。若能时常在心中默念世间无绝对，我们在一切人际往来中便会感到轻松自在。幸福唯有在我们转化内在的观点时才会开始萌芽，幸福唯有在我们的心门真正敞开时才会降临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常听人说要去寻找内心的平静。平静在哪里？我的平静又去了何方？现在想邀请您一同在我们的心中寻找那份平静。做人说容易也不容易，要感动千万颗心，使其向善；要管住悠悠之口，使其不语，谈何容易？做人说难也莫那么难，只要守住一颗良善的心，做个厚道之人，走好自己的路，便已足够。无论您活得多好，总会有人褒，有人贬；无论您多么成功，也总会有人品头论足。花有千姿百态，却依然能各自绽放，互不相爱。人生在世，各有各的活法，为何不能互相扶持，共同向上，而非要彼此贬低，互相拉扯呢？到头来又能得到什么？是非、对错、好坏，皆因人的视角不同而已。重要的不是去弭平所有的差异，而是在这些差异之中，我们能否弭平自己内心的那份好胜、嫉妒与固执。将人生视为战场的人，眼中所现皆是争斗；将人生视为旅程的人，沿途所现皆是风景。
将人生视为浮云变幻的人，面对一切变迁，总能处之泰然。人生就是如此，似乎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只有是否愿意接纳。是顺缘的幸福，还是逆境的苦痛，全都取决于我们用何种心态去面对这本就晴雨不定的世间。很多时候，经历了许多失败，才懂得谦卑与忍耐的可贵；很多时候，拥有了许多成功，才懂得勇气与信念的可贵；很多时候，遇见了许多人，才懂得真挚友谊的可贵；很多时候，经历了许多颠簸，才懂得理解与宽容的可贵；拥有了许多名利，才懂得远离与淡泊的可贵；经历了许多矛盾，才懂得和谐与原谅的可贵；听闻了许多逆耳之言，才懂得修心养性的可贵；经历了许多交际，才懂得清静安宁的可贵；面对了许多虚伪，才懂得真诚朴实的可贵；懂得忘却那些让自己不快的事，懂得远离那些让自己变得卑微的人与地方，这才是懂得生活的人。只要还有明天，今天就永远是我们朝向真、善、美最理想的起点。有时候，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，一些让我们生气的人，这时候要这样提醒自己：且忍下，当作耳边风，任那恶言恶语随风飘散。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，不过是虚空中短暂的回响。可怜那口出恶言的人，造下的口业终将使自己苦恼。告诫自己莫太执着，别怀着嗔恨心誓言报复，那样只会愁容满面，日渐消瘦，陷入怨恨的泥淖，折磨自身，身处红尘俗世中。若能忍辱，便离善心更进一步。在这人世间，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，选择自己想居住的地方，却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。有人生于富贵之家，有人生于贫寒之户，有人降生在文明、富足、和平的国度，有人却在战乱、落后、匮乏之地咕咕坠地。正是业力，也就是善业与恶业，导致了人们出生在如此迥异的环境中。然而，任何人的生活状况都是可以改变的。出身富贵的人，若无进取之心，只知挥霍，不愿付出，终将家道中落，沦为贫穷。出身贫寒的人，若能持续不懈的努力，亦能逐渐走向富足。美国前副总统威尔逊便出身于贫困家庭，但他凭借一颗永不熄灭的向上之心，一步步摆脱困境，最终登上了成功的巅峰。佛法有云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其中的境随心转，指的是一个人的失败，未必是因为他能力不足或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他的内心早已认定自己无法成功。当他遭遇苦难时，那份畏难怕苦的心使他选择了屈服。而一个心胸开阔、充满包容的人，不会觉得苦难对自己不公，他不会怨天尤人，而是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，不断的学习、努力，以求改变自身的处境。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也曾从他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到，天才是1%的灵感，加上99%的汗水。面对困难与苦难，有人会却步，有人会倒下，但总会有人选择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人生路上的每一个苦难与障碍，都是锻炼我们坚强意志，培养我们平静内心的珍贵机会，为我们将来能收获更大的成就做好准备。世间路与出世间路，在一个关键点上是相通的，那就是两者都要求我们必须有坚持不懈、忍耐努力的精神。如果一个修行人保持着苟且偷安、放逸懈怠的心态，所谓放逸，
便是沉迷于名利与世俗的虚假享乐，而不努力精进修学，克服自身的恶业，那么他的修行就如同征沙求饭，终究一无所成。古语有云，一切唯心造，每一年过去，别只是埋怨自己的人生为何总在原地踏步，而应当静心观察自己的心态究竟转变了多少。有一则古老的故事，一个人站在屋檐下避雨，看见观音菩萨撑着伞路过，便恳求道：观音菩萨，求您普度众生，带我一程吧。观音说：我在雨中，你在檐下，檐下无雨，你无需我渡。那人一听，立刻冲进雨中，说：现在我也在雨中了，您可以渡我了吧。观音说：你在雨中，我也在雨中，我不被淋湿是因为有伞，你被雨淋湿是因为无伞，所以不是我在渡我，是伞在渡我。你若想被渡，无需寻我，去寻伞吧。说完，观音便转身离去。第二天，这个人又遇到了难题，便到寺庙中去求观音。一进庙门，却看见一个与观音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也正在虔诚地礼拜观音像。他好奇地问：您是观音吗？那人回答：正是。他又问：那观音为何要拜自己呢？观音回答：因为我也遇到了难事，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，当我们在人生的风雨中颠簸时，主要还是得依靠自己。求人不如求己。在这红尘俗世中，当我们拥有一点时，便渴望拥有更多；当我们拥有更多时，又期盼着拥有再多一些。然而，直到失去一切时，才恍然大悟：啊，倘若我还能拥有一点，那该有多好！原来，只要一点点就已足够。古人云：知足便足，待足何时足？意思是知道满足，当下便是满足。若要等到万事俱备才满足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知足正是打开那扇通往安乐之门最重要的一把钥匙。人生不是一场竞赛，而是一段旅程，让我们在其中一步步地去体悟生命的真谛。重要的不是抵达终点时所获得的奖赏，而是我们在每一段路途上所感受、所体悟的一切。您相信吗？有的人直到临终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才意识到自己曾经活过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觉知自己，在每一个呼吸间都清楚地知道，我正在活着。若做不到这一点，那我们便不是在生活，而仅仅是在生存。一个人在从长久的沉睡中苏醒后，若能发现自己拥有两只手，一只用来帮助自己，另一只用来帮助他人，那一刻他才算真正的长大。当一朵花在深山幽谷中静静绽放，无人知晓其芬芳，无人欣赏其美丽，无人为其赞叹，也无人与其分享喜悦，那会如何呢？这朵花会因此而枯萎吗？会感到痛苦吗？会变得惶恐不安吗？会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吗？不，它不会。这朵花只是纯然的绽放，纯然地将自己的芬芳交付给清风。有没有人路过赞美它，与它本身了无关系。它只是将自己的芬芳与喜悦无私地献给这个世界，献给那无垠的整体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已能像那朵在深山中自在绽放、吐露芬芳的花朵一样安然地活着？有一次，一滴泪水悄悄地问浪花：你我同样是咸的滋味，为何你总能幸福地亲吻沙滩，而我的生命却只能滴落在伤痛的心田？浪花回答：因为身为浪花，我能洗涤一切，将所有的伤痛与挣扎都化为云烟。
而你却选择将苦涩紧锁心间。所以纵然春天降临，你的灵魂却依然停留在寒冷的冬天。虽然我们有着相同的咸味，但我们迎接生命的方式却截然不同。人生虽是苦海，但我们有权利选择不让自己痛苦。因为懂得放下，我才得以超越忧愁。因为希望中早已染上了绝望的色彩。因为相聚时早已隐藏了别离的伏笔。因为曾有过偶像，所以才会有幻灭的一天。因为不停地向外寻找，所以幸福始终视而不见。人生不如我们所梦想的那般美好。梦想再多，现实又能实现多少？你总是在沙滩上堆砌着虚幻的城堡，然后在黄昏的失落中独自寂寥。一滴泪水，形体虽小，蕴含的愁绪却能与汪洋相比。而一道巨浪，身形虽大，世间的忧烦在他眼中却渺小如晨露。有时候您会觉得人生很不公平，因为您付出了太多，得到的却太少。但其实当您付出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得到了很多。那是一种无形的喜悦，是您无法触摸却能深刻感受到的。有时候您会困惑，为何别人心碎时，您总在身旁为他们抚平伤痛，而当您悲伤时，却找不到一个愿意倾听、能够理解您心声的人。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公平，您付出的善意或早或晚，总会以某种形式回到您的身上。我们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都互相亏欠着。付出与收获不过是我们偿还彼此债务的轮回形式。当您付出美好时，您得到的是内心的平静。真正的付出是不计较回报的。您越是算计，便越感到委屈，心就越无法平静。那时候您不仅付出了，还失去了从付出本身所能获得的那份无形的喜悦。我们为彼此所做的一切，无论有形或无形，都带有借与还的性质。我们相识、相爱、相憎、相怨，皆因有缘。最初的缘分或许是天定，但若想长久维系，想将缘分化为慈悲的关爱，则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。但请您记得，在情感的世界里，我们或者会得到喜悦与幸福，或者会得到厌倦与苦痛，一切都在一个无尽的循环之中。即便知道可能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，也请您依然选择付出。因为当您付出的时候，您就已经在爱护自己了。你已将自己融入了生命与人生的那条永不停歇的长河之中。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，因为终点也正是新生命萌芽的起点。昨夜，一片叶子告别了枝头，树下有只小鸟坐立难安。清晨，在那伤感的树荫下，鸟儿的尸体静静躺着，魂归9天，看着那无尽的轮回。那鸟儿，那叶子，又何尝不是我们自身？谁曾想，一丝世俗的情感，竟让人们在其中颠簸沉浮，历经多少磨难。那一日，叶子忽然枯黄，鸟儿便不再歌唱，身形也日渐憔悴。一个情字，束缚了多少世间男女。能洒脱解脱的，又有几人？这一生，下一世，相遇不过是为了编织一场终将凋零的梦。鸟儿的灵魂坠入幽暗的冥府，却不知叶子早已随风飘向遥远的天际。叶与鸟从此天各一方。鸟儿坠落时，心中有万千苦楚，却已无法言说。一个情字，筑起了高耸的山壁，此岸与彼岸相隔何止万里。
这情字究竟是何物？千百年来无人能解，苦楚却从未停息。幸福的根源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人和事。请与我们一同练习以下这些思维方式，来建立一个长久的安然人生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被他人评价、嘲笑我们的缺点。与其将不快揽入怀中，不如学会对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一笑置之。这正是一种自信的表现，自信于自己那完美的不完美。懂得承认自己，才能更容易地进步。你与他人的观点不同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如果您的观点与众不同，您也无需改变自己。只要您活着，不伤害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，便已足够。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更受命运的眷顾，这不是任何人的错。我们必须学会接纳这件不容易接受的事实，生活本来就不是完全公平的。您只需专注于自己的目标，日复一日的努力。即便最终无法抵达理想的终点，至少您也比原来的自己走得更远了。您要知道，您不可能得到所有您想要的东西。在人生的每个阶段，您都会渴望一两样事物，即便得到了，您又会渴望其他的。重要的是，学会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，这样才能减少内心的压力。我们每天都在选择哪些是该做，哪些是不该做。在做出选择前，请仔细权衡，以免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事情上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只从单方面听来的说法。别让社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假象牵着您的鼻子走。在付出您的信任之前，请务必先仔细了解。或许那些选择投机取巧的人能更快地取得成就，但是唯有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才能走得更长远。请做一个好人，无论这个世界如何亏待您。因为做一个好人，首先能让我们睡得安稳，不必担忧自己做的坏事有朝一日会东窗事发。如果您指望别人能带给您幸福，那请放心，您将会一再的失望。请无条件的去爱这个世界，去爱身边的人，不求任何回报。如此一来，您的内心将永远能够保持安详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常听到随缘这两个字。那么，我们之中有谁能真正理解随缘的含义呢？随缘是欢喜地接纳当下所发生的一切，停止内心的对抗，平静地等待适当时机的成熟。很多时候，正是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，能够连接其他美好的缘。我们别忘了，一件事要成功，需要汇聚成千上万的因缘，只要缺少其中一个，事情便难以成就。当我们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后，便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才能让善缘汇聚，让恶缘消散。我们通常将好的因缘称为顺缘，即有利的条件，将不好的因缘称为逆缘，即不利的条件。然而，有些因缘对我们是顺缘，对他人却可能是逆缘，反之亦然。这还仅仅是在人的范围内谈论，而因缘其实时时刻刻发生在宇宙万物之间。因缘的本质并无顺逆、好坏之分，它只是根据万事万物所发出的能量频率相互感应而聚合或离散罢了。然而，许多人习惯于遇到顺缘时便欣喜若狂，希望永远维持；遇到逆缘时便心生烦恼，想方设法逃避排除。但顺缘未必会带来幸福，逆缘也未必会带来痛苦。因为有时候逆缘能使我们成长，而顺缘却可能让我们变得软弱。
更有甚者，有些因缘起初是顺缘，后来却转变为逆缘。同样的，有些因缘起初是逆缘，后来却成为了顺缘。有时候是顺缘还是逆缘，也取决于我们的内心力量与生活态度。因此，我们不必急于改变那些我们不满意的因缘，也无需刻意去寻找那些我们期盼的因缘。当我们的心足够安稳，能够创造出安详的善缘时，相应的因缘自会前来连结。这就如古人所说的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从自身内部找到生命的力量时，便不会再将外在的价值看得那么重要。任何因缘都好，我们只管用一种从容自在的心态去迎接它。达赖喇嘛曾说过，请记住，有时候得不到你想要的，反而是一种绝佳的好运。生命如同一面镜子，若我们的脸庞愁眉不展，镜中的影像自然也是眉头紧锁。这过错并不在镜子，人生也如同一面镜子，若我们对它微笑，镜中的影像便会回以微笑。因此，请别吝啬，对着遇到的每一个人送上您温和的笑容。世间虽有诸多烦恼，若能时时擦拭我们的心境，使其保持明亮，您会发现内心世界永远光明，纵使外在的世界依然是迷雾茫茫。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时时刻刻都在映照出生命的课题。若我们心中有慈悲与理解，这个世界便会处处芬芳，充满奇迹。一个真心修道的人，不应害怕遭遇困境，因为正是困境才能磨练心性，提升心灵层次，帮助我们真正的成长。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修。如果您能用一颗宽广的心去容纳一切，包容一切，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是想不通的。您会将所有人都视为好人，将所有遇到的事与境都视为好事。这并非空谈理论，而是有事实证明的。请牢记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也就是说，当自己犯错时，要严格的自我检讨；当别人犯错时，别过于苛责。待人处事也是如此，善待您的上司、同事、下属以及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能做到这样，您与他人之间的嫌隙自然会随着您心量的开阔而日渐减少。我们常说，宇宙的规律是恒定不变的。许多人常常忘记了静的状态，还竭尽全力地去消耗自己，却不曾思考人的根源从何而来。我们是从静中生出，从无中而来。为何我们忙碌了一整天，到了夜晚便会感到困倦？正是因为人需要静的状态。我们的大脑无法永远运转不息。当处理一件复杂、困难到几乎无法解决的事情时，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把心放下，让自己静下来，什么都不要想。这时候，往往会从我们的思想深处突然浮现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。这就是静的作用。如果遇到难题，您越是绞尽脑汁，就越让头脑紧绷，神经紧张，最终不是身心俱疲，就是积劳成疾。愈是无私利他，愈能听见内心安乐的花开；愈是自私自利，愈是在烦恼中打转受苦。静下心来，深刻的体悟，连我这个概念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又哪里有什么我的东西呢？看透了世间的种种情缘，眼光自然能充满理解，遍及四方。东西南北皆是亲人，人生在世，本无仇敌。有一个人，他有个习惯，每当拿起报纸，
总是先翻看刊登讣文与悼词的那几页。他读得非常专注，尽管上面的人他多半素不相识。一位朋友对他这个奇特的习惯感到不解，他回答说：哦，我专心阅读，是为了向这些人表达我的感谢。朋友瞪大了眼睛，惊讶地说：我完全听不懂。你感谢这些已经过世的人，而且还都是你不认识的？你脑子没问题吧？这个人充满智慧地回答：是的，我真诚地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的离去提醒了我，莫要忘记，人生本就无常，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，谁也无法预料。当他们还在世时，或许也曾有过许多梦想，许多盘算，有过争强好胜，有过喜怒哀乐，而现在他们都化为一具无知无觉的躯体，等待着被火化或深埋于土中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上了一堂人生大课，这样难道不值得我由衷地说一声谢谢吗？请像佛陀一样的生活，不占有任何东西，却能善用一切事物。请学会去品味，而不是去占有。人人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，我们来时空空，去时也空空，那又何必费尽心机地去占有那些从未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呢？我们的这个身体与我们最为亲近，我们去到哪里，它便跟到哪里。然而佛陀都说它不是你的，更何况是那些身外之物呢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何苦为了这些虚幻不实的东西劳心费神，造业沉沦呢？莲花虽生于污泥，却不与污泥分离，在污泥之中依然绽放着无比的清香。我们活在纷扰的世间，纵使人生有万千歧路，我只走我认定的那条道路。智慧之中必有慈悲，慈悲之心也需有智慧的引领，随顺因缘，与万物共存，如同善巧的船夫驾驭着潮水驶向彼岸。若能了悟此理，生活自然从容。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多少不如意之事，多少令人烦躁之事，与多少力所未逮的处境。我们不可能永远阻止所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因此更好的方式是学会与他们共处，并逐渐欢喜地接纳他们。请学会培养更多的耐心、宽容与度量。请试着用更友善、更温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与他人，也别因为一次的失败就过于忧虑。请将过去的都留在过去，这样才能全然地专注于当下这一刻，无需去挖掘那些不愉快的记忆，然后将自己埋葬其中。请学会每日静坐片刻，哪怕只是几分钟的禅修，都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。内心的安宁自然会带来外在的安详与喜乐。做人何必想得太多？想多了头痛，想久了心累。与其胡思乱想，忧心忡忡，不如找点事情来做。我们只有这一生，结束了便无法重来，失去了便无法寻回。每个人的时间都极其有限，生命比金钱更可贵，比黄金更珍惜。所以别再浪费，别再多想，珍惜眼前的一切吧。活一天便是一天的缘分，过一天便是一天的福气。我们无法预测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与身边的人谁会先离去。那些你关心的人与关心你的人，都只是这一世的缘分，错过了未必能再相遇。所以何必想得太多？累了就歇一歇，烦了就静一静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生活中看您不顺眼的人也多的是，别在意那些流言蜚语，淡然看待那些坎坷波折。将打击化为动力，
将失败视为功课，继续走自己的路，做自己的事。会感到痛苦的不止您一人，每个人都是一边疗伤，一边坚强，一边经历，一边成长。生活再累也要面对，日子再苦也要走过。请记住，在这世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所以请您坚定地努力下去。我选择了纯真与朴拙，任凭世人说我愚笨。他们看我，以为我真的如此无知。事实上，是因为我明白了道，了悟了一切皆是虚幻。世人认为金钱最为珍贵，我却真是内心的平安。世间的一切，即便拥有，若伴随着无尽的忧虑，又有何意义？我选择了善良的生活，任凭他人说我软弱。战胜外在的敌人，远比战胜内心的本能要容易得多。因为慈悲，所以忍让；因为忍让，才带来真正的祥和。若能在每个念头中修行，世间的争斗便会从根源上平息。我选择了宽容与原谅，并非我心中不知何为愤怒，只是不愿建造一座牢笼，将自己的一生囚禁在怨恨之中。我选择了正直的活着，因为我无法欺骗自己。一根针若藏在布袋里，请问又能隐藏多久？我愿此生常伴青灯古佛，因为我渴望回归那份宁静，活得清淡，少些欲求，在人生的风雨中享受那份安然。我喜欢付出胜过于接受，因为给予比获得更幸福。纵然我没有万贯家财，但我祈愿我的心中永远富含着爱。在待人接物中，也应学会换位思考，多为他人着想。通常想要获得，必先懂得付出；渴望被理解，必先心存包容；希望被关心，必先学会珍惜；想要被尊重，必先懂得自重。做事应当怀有同理心，您能体谅他人的难处，他人也自然会顾及您的不易。在别人需要时，您伸出援手，日后也必将得到相应的回报。人与人毕竟不是同一个躯体，所以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彼此的心。有些事您觉得轻而易举，对方却可能感到压力如山；有些事您认为不值一提，对方却可能耿耿于怀。我们不是他们，所以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，思维方式也自然有差异。因此，与人交往时，最难得也最可贵的，便是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。如此一来，您便能看重他们的感受，并找到最温和的解决方式。两个人交往，最好的状态是，您能理解我的热情，即便困难重重，也想帮您完成心愿。我能懂得您未说出口的话语，将那份情谊默默珍藏在心底。人无完人，事无完美，人总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相处久了也难免产生误会。若能换个位置思考，烦恼自会减少；若能真诚相待，情谊便会加深。且试着带给他人一丝温柔。炎炎夏日，庞府也迎来了秋天的凉爽，目光所及皆是世间风景，一份温暖胜过千言万语的问候。且试着种下一些烦恼给他人，回家的脚步便会变得沉重不安，心中波澜如同眼中进了沙尘，才知那份忧愁最终还是由自己承担。且试着闭上双眼，静静聆听，听见那无尽的苦痛遍布山川大地。再闭上眼，风也化作云烟。原来懂得关爱时，生命才变得美丽。且试着静静地并肩而坐，一同去缝补那些破碎的伤口。
有时候疏远是因为沉默，有时候言语却画下了更深的鸿沟。且试着给予彼此一些笑容，天地之间庞幅也变得开阔。当慈悲与理解充满了世间的每个角落，人间便是净土，处处充满欢乐。人生在世，有些事发生了便只能接受，有些人转身了便只能放手，有些路选择了便无法回头。生活就是有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刻，但若能看透，便会发现许多事失去了反而比拥有更安心。有些痛苦的念头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有些烦心的琐事忍一忍就解决了，有些争辩的话语忍一忍就不必说了，有些执着的情感忍一忍就不想继续了，有些等待的人忍一忍就不想再等了。真心待你的人会想与你一同走向未来。真挚的情感无需时时挂在嘴边，而是在岁月中默默相伴。美好的缘分不是来自刻意的安排，而是源于两个人坚定的心与彼此的接纳。若真有缘，时间、空间都不是问题；若已无缘，即便朝夕相见也毫无意义。人们常说，直到失去后才懂得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，但事实是，你一直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，只是你以为他们永远不会失去。请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，因为当你日后回首时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他们都曾是那么的重要。有些时刻要等到成为回忆后，才显现出它的珍贵。通常当你拼尽全力时，别人未必会看在眼里，只要你稍一松懈，人们反而注意到了。有时候上天不给你想要的，不是因为你不配，而是因为他为你准备了更好的。生活简单就快乐，但世上快乐的人却极少。生活复杂就痛苦，但世上痛苦的人却比比皆是。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思前想后，犹豫不决。所以该拿起的就别再犹豫，该放下的就果断放手。因为必须结束该结束的，才能开始该开始的。人生如同一架钢琴，白键是快乐，黑键是悲伤。但请记住，唯有黑白键的交织，才能奏出动听的乐章。若不曾用困难挑战自己，你便无法成为一个进步的人。一个人唯有走过许多路，解决过许多事，才能迅速的成长。无论生活多么平凡，都要勇敢面对，不要逃避，也不要抱怨。时间永远在流转，人来来往往，别错过了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的机会。通常将一匙盐倒入一杯水中，水会变得极咸，但将一匙盐撒入一片湖泊，却无伤大雅。我们的烦恼就如这盐巴，是苦是乐，是咸是淡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量是大是小。幸福来自于一份喜悦的感受，一种清安的心态，一个智慧的选择。事情再简单，若想得太深，计较得太多，便会变得复杂，束手束脚。反之，事情再复杂，若能看淡一些，少些执着，也会变得简单，迎刃而解。所以面对一些事，微笑便好，不必太过较真；面对一些人，看清便好，无需太过在意。喜欢演戏的，我们就为他鼓掌，揭穿了也没什么意义；自以为是的，我们就视而不见，争辩了也徒劳无功。你是谁不重要，他们是谁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无愧于心，随缘而活，方是上策。在人生中，许多人、许多事、
许多情感都不必强留，笑着往前走。心胸开阔一些，能学到的就更多；姿态优雅一些，人就更显美丽；心地明朗一些，笑容便会更灿烂，幸福感也更降。有个关于驴子的故事，一头驴子正快活地奔跑玩耍，却不慎跌入了一个深坑。驼哀嚎着求救，驼的主人与村民们闻声赶来，围在坑边。他们想方设法，却无法将驼救上来，因为坑实在是太深了。最终，他们决定用石头和泥土将坑填平，把驴子活埋。因为他们不忍心再听见驼那绝望的哀嚎，让主人伤心。驴子痛苦地望着驼的主人与村民们，眼神中充满了绝望，旁父在问：你们为何要这样对我？驼在失望与悲愤中大声嘶吼。然而，当泥土与石块不断落下时，驼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丝希望。驼想，我为什么不踩在这些落下的土石上，一步步爬出这个深坑呢？于是，驼开始一步一步稳稳地踩着不断落下的土石。最终，驼在众人惊讶与敬佩的目光中，成功地爬出了那个深坑。这个故事的启示是，那些原本要置驴子于死地的石块，反而成了帮助驼脱困的机会。我们也是如此，那些给我们带来逆境的人，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成长。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偿还过去所造下的业，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修习慈悲心。当逆境来临时，若我们依然能怀着慈爱之心，保持沉默与平静，那一刻我们的内心便会散发出一种无形的力量，那便是道行，是慈悲的力量。这份道行将会伴随我们生生世世，也将成为我们在正法道路上精进的基石。莲花唯有在污泥中才能绽放出清净的芬芳，人的德行也应当在逆境中千锤百炼而成。愿我的心能慈爱所有憎恨我的人，甚至那些曾将我推入困境的人。愿我能超越所有的仇恨，从此以后冤结不再相续，内心永远安详，法喜充满。